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馆长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记得那通电话，那天晚上我还在加班，整栋办公室大楼里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偶尔远处还能听见别的楼层有些零星的声音，但大部分时间只有空调运转的嗡嗡声和我敲击键盘的节奏。我的办公桌就在窗边，玻璃映出我疲惫的脸，一双眼睛布满血丝。时钟显示11点57分，只剩下3分钟就要到午夜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刚想存档准备下班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叮铃铃。我瞥了一眼来电显示，霎时愣住了，000-0000，这串号码怎么可能？我皱起眉头，心里第一个想法是诈骗电话，但这号码明显不正常，根本不可能是一般的电信号码。我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滑动荧幕接了起来。喂。电话另一端没有声音，只有细微的杂讯，就像收音机默调好频道时发出的刺耳声响。喂，我又问了一次，语气带着些不耐烦。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，一个沙哑的带着颤抖的声音，缓慢地吐出几个字：还有3分钟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指尖突然变得冰冷。你是谁？快点走，还有2分钟。声音变得急促了些，但依旧压低着，仿佛是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对我低声耳语。我浑身泛起鸡皮疙瘩，忍不住环顾四周。整层办公室空荡荡的，隔间办公桌的阴影让我莫名的觉得不安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声音颤抖了一下，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愤怒。电话里没有回答，只有一阵急促的喘息声，像是有人正在极力压抑恐惧。还有最后1分钟。瞬间，整栋大楼的灯光全部熄灭，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周围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没有空调声，没有电脑的嗡嗡声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黑暗将我吞没。操！我低声骂了一句，摸索着拿起手机，荧幕的微光成了我唯一的光源。电话还没挂断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强压住内心的恐惧，大吼出声。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，然后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，那笑声诡异而阴冷，仿佛来自某个不该存在的地方。时间到。下一秒，我的手机荧幕闪烁起来，然后一张诡异的脸孔突兀地出现在屏幕上。苍白的皮肤，没有眼白的黑洞般双眼，嘴角裂开到耳根，露出满嘴尖锐的牙齿，对着我咧嘴微笑。干！我惊恐地把手机甩了出去，手机砸在地板上，屏幕玻璃瞬间碎裂。就在这时，砰！天花板上的一盏吊灯突然坠落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玻璃碎片四溅，钢架扭曲变形。如果我还坐在原位，我倒抽一口气，双腿发软地跌坐在地上，手脚冰冷，冷汗直流。我惊魂未定地盯着那被砸得稀烂的办公桌，心里一阵发麻。这时，大楼的电力恢复了，灯光再次亮起，一切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颤颤巍巍地爬起来，强忍着发抖的双腿，一把抓起地上的手机。荧幕碎裂，但还能勉强使用。我颤抖着手指打开通话记录，来电记录竟然没有那通电话的痕迹。不可能！我喃喃自语，额头上的冷汗直流。我环顾四周，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但我却有一种被某个东西盯着的感觉。我不敢多留，颤抖着收拾东西，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办公室。当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见了一个微弱的声音，来自办公室深处。还有3分钟。
那通电话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，我刚吃完晚饭，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手里还拿着一罐没喝完的啤酒。屋里只有电视机发出的微光和背景声，窗外的风轻轻拍打着玻璃，一切都很平静，平静的让人昏昏欲睡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，原本以为是公司同事或者是什么广告推销，结果当我看见荧幕上的来电显示时，手指瞬间僵住了。林雨，我的脑袋轰的一声，仿佛被人重重敲了一下。这不可能，林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他3年前就已经失踪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他的手机早就停机了，甚至在警方的报告里，最后的讯号记录显示他的手机是在他失踪当天晚上自动关机的。可现在，他的名字就这样活生生地显示在我的手机荧幕上，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我屏住呼吸，手指颤抖着按下接听键。喂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：阿哲。我的心脏瞬间狂跳起来，这声音绝对是林雨。林雨，你在哪里？我惊叫出声，从沙发上猛地坐直，手指死死扣住手机，指节发白。我不知道，他的声音听起来虚弱无比，还带着一丝颤抖。这里很黑，很冷，我的喉咙发甜，脑子乱成一团。你现在在哪？我来找你。你还活着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被困住了？电话另一头传来一阵窸窣声，像是有人在阴暗的角落里轻轻挪动，或者是某重东西在地上爬行。阿哲，他的声音变得微弱，几乎像是气若游丝。千万不要来找我。为什么？你在哪里？我几乎要抓狂了，双腿发软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他们来了。谁来了？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，仿佛林雨正在奔跑，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伴随着某种低沉的咕噜声，像是某种不属于人类的东西正在逼近。阿哲，他们发现我了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惊恐。他们发现我了。接着，电话里传来一声凄厉至极的尖叫，撕裂夜空，让我手上的手机险些掉落。然后，嘟嘟嘟，电话挂断了。我呆坐在沙发上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心脏狂跳的几乎要从胸口蹦出来，浑身冰冷的像是掉进了冰窖里。怎么可能？他3年前就已经失踪了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打电话给我？我颤抖着手指，顾不得害怕，连忙回拨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存在。这句话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。我不死心，又回拨了一次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存在。我呆呆地看着手机荧幕，耳边依旧萦绕着刚才电话里林雨惊恐的声音。他说：星号，他们发现我了，星号。他们到底是谁？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笼罩着我，让我浑身发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立刻联系了林雨的家人。当我把事情告诉他们时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母亲颤抖着说了一句话：我们昨晚也接到了他的电话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，透不过气来。不止你，我们全家人都接到了林雨的来电。林雨的母亲声音颤抖，他说的话和你听到的一模一样。我几乎无法站稳，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脑袋轰轰作响。更可怕的是，警察当年搜索林雨失踪的地方时，从来没有找到他的手机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用来联系的设备。那么，昨晚的来电
到底是谁打来的？1周后，我鼓起勇气回到林雨最后失踪的地点，那是一片荒芜的深山。当年他和几个朋友来这里登山露营，结果他在半夜失踪，警方搜索了1个多月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或任何痕迹，最后只能判定为失踪人口，案件不了了之。站在林雨当年失踪的地方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林雨，来电显示的名字让我的血液瞬间冻结，手指颤抖的几乎按不住接听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按下接听。阿哲，是林雨的声音。林雨，你在哪？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的笑声，低沉诡异，混杂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怨恨。阿哲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的呼吸急促起来。我来找你，你还活着对不对？不该来的。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。现在他们也发现你了。什么？忽然电话里传来一阵诡异的咔啦咔啦声，像是骨头错位的声音，夹杂着低沉的呢喃。然后我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。我猛地转头，手机掉落在地上。树林深处，一个人影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的脸和林雨一模一样，但他嘴角的裂痕一直裂到了耳根。手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嘟嘟嘟，电话再次断了。老公，你刚刚打给我吗？当我听见这句话时，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手里还拿着刚倒好的茶。我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从卧室门口探出头来的老婆。她脸色有些苍白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事。没有啊，我手机一直放在客厅充电，我疑惑地说。她迟疑了一下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，接着抬起头，声音压低了一点。可是刚才你手机打给我了，还重复说了好几次救我救我，声音跟你一模一样。我的心陡然一沉。你说我的手机打给你？我皱起眉，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，解锁荧幕。手机确实还在充电，荧幕显示着待机画面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对，我刚洗完澡，手机放在床头，结果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看到是你的名字，还以为你有什么事，但接起来之后，电话里就只有杂讯。然后他顿了读，声音有些颤抖。然后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不停地说救我救我，重复了大概5、6次，然后就断了。我皱着眉打开通话记录，却发现最近一次的来电记录是我公司同事下午打来的，根本没有拨打给老婆的记录。你看，我没有打过电话。我把手机荧幕递给他。老婆盯着荧幕，眼神中的疑惑和不安越来越重。可是我这里明明有来电记录。她颤抖着手指把她的手机荧幕亮起来，递到我眼前。上面清楚地显示着我在5分钟前拨打过她的电话，通话时间0点13分。我愣住了，心里一阵发冷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低声说，指尖忍不住发颤。要不我们回拨看看？老婆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然后颤抖着手指按下回拨键。嘟嘟嘟，手机贴在她的耳边。几秒后，荧幕显示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存在。一股说不出的寒意瞬间窜上脊椎，我的背部僵硬得无法动弹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婆的声音颤抖了一下，接着她的手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画面突然变成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。神，什么东西？我伸手想要接过手机，但老婆手一松，手机掉到了床上，画面却依旧亮着。我低头盯着那张照片，瞬间
血液仿佛冻结。照片里是我们家的客厅，但是客厅中央站着一个人，那人低着头，身形微微模糊，双手笔直地垂在身侧，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。但更诡异的是，照片的视角像是从天花板上拍下来的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望向客厅的天花板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普通的白色天花板和挂在墙上的时钟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种照片？老婆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，她伸手想要关掉荧幕，但手机却像是死机了一样，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然后，照片里的那个人动了，他的头微微抬起，嘴角慢慢地裂开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老婆尖叫一声，猛地把手机甩到地上，我也吓得退后了一步，额头上冷汗直流。地上的手机荧幕闪烁了几下，然后画面突然恢复正常，回到了主画面。那张诡异的照片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蹲下身捡起手机，打开相簿，但里面根本没有那张照片的踪影。我和老婆对视了一眼，彼此的眼神都写满了惊恐和不安。我们是不是该请人来看看？老婆的声音颤抖着，明显带着恐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勉强冷静下来。先别急，或许只是手机中毒了。但话音未落，我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，未知来电。我愣了一下，指尖忍不住颤抖。直觉告诉我，这通电话绝对不该接，但我的手却像是被某种东西操控了一样，颤颤巍巍地按下了接听键。喂。电话里没有声音，只有极细微的杂讯声。我皱起眉头，刚想挂断，却听见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悠悠地响起：你看过了。我浑身一僵，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抓住，透不过气来。什么？我的声音微微颤抖。你已经看过了。那声音悠悠地重复了一遍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你以为他会让你走吗？瞬间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刚才照片里那个人诡异的笑容，心脏一阵剧烈抽搐，猛地将手机甩开。砰！手机摔在地上，荧幕朝下，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我和老婆大气不敢喘，紧紧抓住彼此的手，手心全是冷汗。然后手机自己翻了过来，荧幕再次亮起，画面上出现了一行字：他已经进来了。我的呼吸瞬间停滞，背后传来一阵寒意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我们身后，静静地看着我们。我屏住呼吸，颤抖着缓缓转头。客厅中央，那个人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嘴角缓缓裂开到耳根，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。然后他笑了。欢迎新来的馆友们，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